我手里拿到了一张 X870E 冰雕，先来上手快速过一下开箱和基础参数。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外观，能够看到主板通体几乎都是白色的，连供电和内存插槽、风扇、USB SATA 接口以及 PCIe 插槽都做了白化处理，颜值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看完外观，我们看一下供电方面，拧掉背部的6颗螺丝，拆掉散热装甲，能够看到左侧和顶部的散热装甲是做成了一块，中间有一根直径8毫米的热管连接，散热装甲总重量为436.5克。接着回到供电，能够看到供电像素为16+2+2项，单向80安，外接供电则是双8pin，整体供电规模还是很不错的。右侧为4根内存插槽，都做了金属强化，官标最高可以支持到8000频率。内存的右上角配有 debug 灯和数显，在上面有一个开机和重启的白色小按钮。然后来看 M2， 这张主板一共配了4个 M2 接口，全部支持全长的22110。速率方面呢，其中1、2、4为直连 CPU 的 PCIe 5.0×4， 3为走南桥的 4.0×4， 都支持快拆。接下来看 PCIe 插槽，第一个是 5.0×16 的显卡插槽，正面做了金属强化，翻过去能看到背面也加了一块金属板，在右侧还有一个显卡快拆按钮。再下面的2个 PCIe 插槽分别是一个 4.0×4 和一个 3.0×4， 然后是风扇接口，一共配备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总计8个4 pin 的风扇接口。灯光接口方面，右上角有一个5伏3针，左下角有2个5伏3针和一个4针12伏。在板载的 USB 方面，底部正中间有2个 USB 2.0， 旁边有一个19针的前置 3.2， 中间右侧有一个 20G 的 Type E 口，可以转接前置 Type C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右侧的侧插接口，一共有4个 SATA 和一个19针的 3.2， 上面还有一个 HDMI 接口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叫副屏接口，连上小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官方设计好的传感器面板，有点酷。I/O 部分，顶部为一个刷 BIOS 的按钮，下面是一个 HDMI 接口，2个 USB 2.0， 然后是4个 5G 速率的 USB 3.2， 再下面能够看到有2个 40G 速率的 USB 4接口，旁边开了孔做散热。再下面有3个红色的 3.2×2， 旁边有一个 2.5G 的有线网孔，再下面是 WiFi 天线接口和音频的输入输出口。好了，外观和基本参数介绍完了，接着上机看一下实际表现。先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CPU 方面呢，我选择了一块最新的 R9 磁旗舰 9900X， 12核24线程，基础频率 4.4， 睿频最高可以来到 5.6G， TDP 为120瓦。CPU 散热方面呢，我选择了 ID Cooling 的 DX360 Max， 采用了38毫米后排加 V7 水泵的组合，压制 9900X 想必不成问题。可惜的是，目前还没有在国内上市，问了官方，回复是未来上架后会归于雪界系列。至于显卡呢，因为这次主要是测试主板和 CPU， 所以就随便选了一块亮机卡4080 Super 超级雕。内存方面，我选择了2条 16G 的知奇换风级，白色，颜值还是不错的。硬盘方面还是老演员，一张西数的 SN750。最后是电源，因为用的是机箱架嘛，电源肯定是尺寸越小越好。最后我选择了一块先马的 XS850 白色，采用了全桥 ALC 同步整流加 DC-DC 的方案，拥有白金转化率和原生 PCIe 5.0 的16 pin 显卡接口，名牌标注，单路正12伏，最高可以支持到816瓦。现在电源厂都卷得厉害，卷做工卷细节，先马就把它的菊花位都做了改色，这样更好区分。上机后进入 BIOS， CPU 不动，保持全默认，内存开启 Export， 频率和时序设置在 6200C32， FCLK 拉到2000， UCLK 保持和内存 CLK 同步。进系统后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颗全默认状态下的 9900X 在 GPU-Z 中的表现。其中单核得分为874分，多核则为12583分。在 FPU 单考测试中， CPU 功耗为不到150瓦，温度为60度出头，核心频率在 3.6G 左右。接着我们打开 R23， 测试下来单核2225分，多核则是31808分。在多核半小时循环测试中，能够看到功耗来到160多瓦，核心频率在 4.6G 到 4.9G 之间，此时 CPU 温度70度附近。以上全部是默认状态下的性能表现。接下来我们进 BIOS， 手动开启一下 PBO2， 看看在解锁功耗奖后，这颗新 R9 会有多少提升。我们打开 BIOS， 进入 AMD Overclocking， 选择 PBO， 选择 Advanced， 在 PBO Limits 里面选择手动，会出来3个强。注意看，
这3处的显示单位改版了。之前 AM4 时期的单位是瓦和安，现在改成毫瓦和毫安了。所以说如果按之前设置填3个999是不对的，因为之间差了整整1000倍。这也解释了很多人说这里填3个999进系统会特别卡， CPU 频率会卡在 0.6G 的所谓 bug。 我也尝试过真的填3个999，结果进系统之后真的是卡在了 0.57G。 这里3处用默认的这3个数值就可以，下面设置10倍200，温度墙设置95度，全核负压20。场景后我们同样测试下 GPU-Z 和 R23， 最终 GPU-Z 单核587，多核13089分。 R23 方面单核2160，多核33766。总体开启 PBO2 后，单核性能落后全默认 2.5%， 多核提升 5%。 而这多核提升的代价则是功耗从160瓦提高到了240瓦，温度则是从70度上涨到了顶着95度的温度墙在跑。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， AMD 你就 auto 就完了，这句话还真不假。兄弟们就别瞎折腾了，真的没劲。最后是总结，显而易见的，我手里这张 X870E 冰雕主板带这颗 9900X 还是非常轻松的。而相比 X670 系列呢，新主板在供电、外观、散热、接口、WiFi、快拆都做了一定的优化。作为锐龙处理器的新作家，我认为 X870 是属于 AM5 时代的画龙点睛之作，只不过这龙在 X670 时代就已经画好了。如果你手上有 B650E 甚至是更高端的 X670E， 那么我是不太建议升级到 X870 系列的，换主板基本等于白忙活，没有非常能够影响体感的升级。但如果你是想新配 AM5 平台的主机，我还是很推荐 X870 系列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，希望能够3连支持一下。我是矿乐卡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